最近我去了几次研究所，都没有见到那个教授，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了解到他对于学生自杀这件事的真实想法和现在的态度。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些情况，也只能证明邬教授对他的学生有一定的掌控欲。至于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范畴，很难去界定。季教授的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 PUA， 特别是这个无门识律，完全就是精神控制。师傅，我想了一下，你要是这么对我，我也会精神崩溃。哼，你克制一下你的共情。崔杰的遭遇确实令人遗憾，但是我们也要找出相对客观的调查结果，帮家属完成他们的合理诉求，明白吗？精神 PUA 这个说辞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要在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构成虐待罪，在职场 PUA， 那要看劳动法相关规定了。如果导师的行为在客观的情况下实施了诱导、欺骗、教唆、帮助等足以影响被害人自残自杀，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最后一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很难鉴定。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的是邬教授的主观意图，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崔杰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在他心里，教授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他崇拜教授，他希望有一天能变成教授那个样子，但同时他常年又遭受着精神捆绑这样的困境，所以他内心产生了反抗的机制，他想宣泄、想发泄、想释放这种情绪，这是两种情绪啊，自相矛盾。我还差点忘了，你在心理学方面的专业能力。对，心理学里面精神 PUA 被称为是煤气灯效应，那就是指逐渐削弱对象的自我认知和判断力，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对方。你可以叫它精神控制，或者精神虐待。导师们在学术领域拥有绝对权威，学生们依赖导师的指导和资源，就是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让精神 PUA 有了条件。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许飞说他和崔杰初次见面的时候，也就是崔杰第一次被通知延毕的那天。所以这个教授就是利用学生的论文和毕业来要挟他们，让他们不得不遵守他制定的那些规则。规则也是手段之一啊。在授课和共事当中，有些导师通过矛盾评价让学生产生困惑，比如说先表扬后贬低，让学生无法判断自己的表现，产生了判断力失调，然后再持续负面评价或者过分批评，让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失去安全感，这不就为了进一步依赖导师的认可吗？所以这个乌兰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他的学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科研上，没有自己的想法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听从他的领导，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我突然想到，留学的时候学校里面的一个教授非常知名，他和邬教授一样，对学生极其苛刻，他甚至会规定办公室里面空调的温度和下属上厕所的时间。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教授就是一个疯子，以压榨学生为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之所以要这样去对他的学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每天严格按照精确到秒的计划表去生活，他没有故意要去控制任何人，只是把学术放在至高无上的追求，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去干扰他自己。所以也许乌兰也是这样的人。那这也只能证明，在学术界像他们这样的师生关系和崔杰这样的遭遇是普遍的，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吧？之前在许飞家里，你也看见了崔杰的照片。崔杰之前是一个非常外向开朗的女孩，也很有自己的追求，很敢于突破。面对乌兰教授的高压和控制，她也曾经试图反抗过，但是失败了，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没有想要为乌兰去解释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找到证明崔杰被证实精神 PUA 的证据，那关键就是在邬教授身上。那接下来就该是你的战场了。你去联系一下崔杰的室友，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邬教授的行程安排。你要直接去找邬教授啊？不见一见怎么知道真相的？好，你先去打听吧，剩下的交给我。好。
辛苦了，合作愉快，再见。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再见，合作愉快。陆教授，我们认识吗？现在认识了，唐毅律师。受崔杰家属委托，方便和你谈谈吗？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崔杰一直是我很看重的学生。那天得知他出了事，我就像折断了一条手臂，痛彻心扉啊。他现在怎么样啊？他还在医院，昏迷中。唐律师，不瞒你说，作为一名女性，要带领一组人攻坚克难，研发技术成果，拿下投资签约的扶持，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确实不容易。首先，祝贺您签约顺利，当然，这也是您辛苦付出应得的回报。但这之中，应该也有崔杰的心血吧？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导师会将学生的科研成果占为己有，但我从来不否认他们的贡献。我看过您给课题组定制的戒律，叫乌门十律。唐律师，不瞒你说，每一条看似不可理喻的规定背后，都是有缘故的，有的还有着非常惨痛的教训。我跟你说一件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吧。实验室明确规定，只能用黑色或蓝色笔记录数据。你知道为什么要对笔的颜色加以规定吗？之前有研究人员，他习惯用红色笔记录数据和标志；另一个研究人员呢，误将红色笔记录的注释当成紧急警告标志，导致实验流程被错误的中断，引发了安全事故。那不许学生谈恋爱的这条规定，也是因为有事故作为案例，对吗？没错。就拿崔杰来说吧，去年11也是一次重要的数据发布，全组人员都联系不上他。直到晚上，他回电话说自己睡着了，手机没电，没法接电话。可第二天就有人发给我他删除微博的截图，是和男朋友去音乐节了。11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吧？对于研究所的课题组，只有开题时间和结项时间。崔杰，他还能醒过来吗？如果您真的这么关心崔杰，为什么从来都没去看过他呢？你也看到了，今天的签约仪式对我们研究所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他出事的那段时间，正好是项目研发的关键时刻，缺少了他负责的数据，我必须亲自带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重新实验进行论证。上周我们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弥补了他离开带来的损失。按照您的说法，崔姐应该感谢您。我有今天的成绩，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我只是不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付之东流。唐律师，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崔姐她既然来到了研究所，攻读这个学位，就要配得上最圣洁的精神。学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成果，而是要学者抱以最虔诚的精神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这种精神是很虔诚的，也是很宁静的。你不觉得这正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东西吗？他们既然来了，就要排除一切的干扰，去坚持完成他们所热爱的专业，而不是把攻读学位变成一个通往名利场的捷径，这样他们的青春才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懂得感恩，也不愿意吃苦。他一来，给他的都是国家级的课题。毕业以后，不管去到哪所高校、哪个研究所，都是非常抢手的人才。不像我们当年，要从最繁琐的事情做起，打扫卫生、处理实验垃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勉强地争取到一个可以参与实验的机会。平时还要在生活费当中省吃俭用、垫资来升级实验设备。你知道研究所最紧张的时候，我都会去哪儿吗？儿童游乐场。我会去那儿走一走，坐一坐，静静心，看看那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孑然一身，投身学术，会后悔吗？谁没有累的时候？我也想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是为我留的。可是转念一想，这窗户里眼见着幸福的女人，第二天就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庭琐事，一地鸡毛。但是我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这种意义关乎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律所的同事说过类似您这样的例子，看来还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吴教授，您对事业的决心和坚持，我很敬佩。但是您的学生，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除了成为您的追随者和服从者，难道他们不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吗？唐律师，你知道“师徒”这2个字的意义吗？对于我的学生来说，我教给他们的不仅是知识，更不单是谋生的技能。我就是要让我的精神去感染他们，要用我对事业圣洁的追求去影响他们。作为一名合格的领路人，就应该试图让学生成为自己的追随者。我就是他们的榜样，就是他们未来应该成为的样子。如果他们有人不愿意呢？那只能说，这是我们彼此的遗憾。崔杰，他付出了今天如此惨痛的代价，却仅仅是您口中的遗憾，对吗？如果他再也醒不过来了，您心里就不会有一点的愧疚和歉意吗？我为什么要愧疚？你的意思是说，崔杰变成今天这样是我的责任？我没有这么表述，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设。你就是这个意思啊，吴教授。崔杰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难说这当中您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啊，当然，我不是警察，我只是作为律师来了解一下情况。很感谢您的配合，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那就不打扰了。
顾教授，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其实，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原本不该属于这里。今天在这里呢，我也不想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触。许多人喜欢喧嚣，但请允许我享受宁静；许多人喜欢追逐光环，但请允许我在实验室里默默耕耘。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我并无伟大之处。或许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愿坚守这份宁静，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成为我们的同行者。师傅，我发现了一个崔杰在网络上的小号，有些内容想请您看看。这个社交平台在现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讨论小组。这个心灵互助组，崔杰用 ID 学怒小崔在里面发了很多帖子，里面就有讲到他跟巫教授的过往，你看看。学奴小崔，对不起，教授。出去。教授，我之前就到了，我没有带笔记本电脑，我回宿舍取了一下，耽误了几分钟。你想当明星做艺人，离开研究所，随便你把头发染成什么样子，但在这里，你的形象就是研究人员的形象，要么把头发染回来，要么离开课题组。可是教授，您的规定里面也没有说不许染头发呀。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染头发应该是我的自由吧。你说的没错，你有选择权利的自由，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态度。从你踏进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你的导师。你适不适合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我说了算。在我的标准里，不可能有一个搞研究的人会像你这么放肆。所以不要再浪费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出去。教授，这样可以吗？开会。从这件事情之后，吴教授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之后的几天，我的实验数据稍有偏差，他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我，甚至说我浪费资源。我的实验设计明明很严谨，数据分析也很精准，根本不可能达不到要求。可是吴教授就是不肯承认我的价值。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报复吗？师傅，我觉得这个乌兰就是在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利，故意打压崔杰。通过我和乌兰教授的谈话，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从道德上也找不到他明显的瑕疵点。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因为这种事情去故意报复崔杰。但是这些帖子不就是证据吗？那有没有可能这也是崔杰的一面之词呢？再看一下。这份数据谁负责的？是我。你检查了几遍？
第3组实验数据的标准化差异显著异常，数值波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合理区间。第4组样本的重复性实验结果竟然完全一致，小数点后2位都没有明显的异常，这在生物学研究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第5组数据的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标准化差异 P 值竟然小于0.001，而实验样本量只有区区的3个。这种明显的统计学错误，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不是疏忽，这是对科研的极度不负责任。从现在开始，全组实验归零，所有数据重新采集。崔杰，你作为实验组组长，这种疏漏你也有责任。从今天起，组长交给安宁担任。怎么，有问题吗？吴教授，我承认没有核对实验数据是我们的疏忽，可是我们之前做的许多工作都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要全部归零？您这样把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部推翻，让我们做更多的无用功，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崔杰，科研不是儿戏，你若接受不了，可以选择离开。归零？你说吴教授对待实验的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说他是求全责备呢，还是吹毛求疵呢？我还是认为，这个教授是想尽办法故意找茬苛责崔杰。你能不能坐下说话？我反正觉得他就是在故意苛责他，甚至不惜带上整个小组。你记得康主任说过吧？这种持续的负面评价和过度的批评，会让学生产生自我怀疑和不安的感觉，从而呢进一步依赖导师的指导。什么？你看这条。你这篇论文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一个人付出多少精力，这里面每个字都会证明的。以你现在这份 paper 的质量拿去盲审，反馈回来意见要是不理想的话，影响的不仅仅是你个人，更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研究所的学术声誉、招生计划。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可是教授，我已经延毕1年了，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次？怎么帮？你觉得是我故意在卡你吗？什么是学术论文，你知道吗？这份实验报告经得住临床验证吗？可是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教授，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能再一次延毕了。顺利毕业不是靠求来的，而是靠你自己的态度和实力去做到的。就像进实验室要清理自己一样，你总不能带一个不够洁净的自己来上班吧？难道你要在答辩委员面前伸出自己的手，让他们看到你手里的泥垢？这件事就暂时搁浅吧，回去再好好想想，这个论文怎么样能经得住临床验证。马上要开研讨会了，这次研讨会对我们整个研究所都非常重要，看你的表现。研讨会之后我们再讨论吧。现实中的我根本没有反抗的勇气，一丝一毫也没有。这不过是我心中的幻想罢了。我恨没日没夜的实验，我恨永远通不过的论文。我是不是病了？我经常这么问自己，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辛辛苦苦来到这个城市，立志攻读学位，可是我现在的生活就像一个漫长的隧道，没有尽头，没有出口。我想要摆脱这一切。康主任那天说，常年在精神捆绑的情况下，人会寻求释放，这是内心的反抗机制。而且这个帖子是他出事的前几天，
那时候他被教授告知可能又要延毕，而且那个时候他跟许飞已经分手，情绪状态肯定很不好。喂，好，我们马上过来。怎么了？许飞的电话，崔姐醒了。崔叔，程峰跟唐律过来看小杰了。小杰，别怕，两位律师是好人，是来帮你的。他现在能沟通交流吗？崔姐啊，许巍，刚刚那个 U 盘，就是研讨会上他找不到那个 U 盘吗？小杰把 U 盘挂在工作牌上，而出事那天，工作牌就在小杰身上。在抢救的时候，医院解下了小杰身上的衣物和身上的物品。我们也是在前几天整理物品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太在乎那个研讨会了，所以使他精神高度紧张，东西在旁边却视而不见。崔姐醒了之后，一直是现在的状态吗？医生说，他在出事之前受到巨大精神刺激，虽然现在醒来了，但精神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转精神科做进一步的治疗和观察。现在的医疗会帮助他的，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他才29岁，他不该是这个结果。吴教授知道崔姐醒了吗？我给安宁发了消息，让他转告吴教授。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消息。崔姐现在已经醒了，她后续的康复治疗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家属具体有什么样的诉求，我还需要跟崔姐的父亲商量沟通一下。吴教授，又见面了。给他点时间。你好，崔先生，我来探望一下崔姐。我记得我之前有教过你，剥橘子要顺着经络，对吗？就像你在实验室分离神经束。崔姐，你能醒过来，我很高兴。
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点错吗？你还有人性吗，教授？崔先生，有件事儿得跟您沟通一下。对于吴教授这边，您的诉求是？道歉，必须给我女儿道歉。除了道歉，崔杰长期的康复治疗还需要费用。至于索赔方是吴教授还是研究所，这个我们需要等您决定之后再给出具体的相应方案。叔叔，费用我会处理，您放心。叔叔，崔杰失去的一切已经不可挽回，你们要求赔偿合情合理。崔先生，如果吴教授拒绝道歉，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走法律程序。好，你们的诉求我知道了，我会替你们转达的。谢谢唐律。谢谢啊。都坐吧。你们真的觉得我对你们过于严厉了吗？可以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您对我们的教导都是出于对科研的认真和负责，我们都明白您的苦心。那天研讨会之前，崔杰到底是怎么了？师姐，你还没核对完材料啊？不能出错，一定不能出错。师姐，啊！哎呀，吓我一跳！怎么了？太晚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一大早还有研讨会呢。研讨会，对，研讨会很重要，教授要看我的表现，我不能出错，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你早点睡啊！啊，你快进去休息，你快进去啊！嗯。其实从那天开始，他就已经不太正常了。他实在是太紧张了，
他害怕再次延毕。教授，如果连学姐这样优秀的人都达不到您的要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们也觉得我对崔杰过于苛刻了？是的。其实每个人的性格想法都不太一样，您的教育方式，有人能够接受，有人可能很难接受。当然，您永远是我们的偶像。有人立下了远大理想，想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学者；有人资质有限，一辈子也成为不了您；还有一些人，也许只想做他自己。您对事业的决心和坚持，我很敬佩。但是您的学生，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除了成为您的追随者和服从者，难道他们不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吗？难道我真的错了？崔杰，你别怕。别怕。崔姐，之前跟你说橘子要顺着脉络剥，可现在老师明白了，我错了。有一些东西本就不该被强行剥离。崔姐，你愿意原谅老师吗？站在人海的中央，我曾抓住的过往，记忆在循环，心却空慌。寂静着，从每晚数到天亮，走入人海里流浪，心在潮汐里安放。记忆的海洋倒映出希望，想的也止不回，无法抵抗。你
天空的独白，它是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喜乐。原来最好的培育，从不是修剪所有的枝芽，而是每片叶子都向着阳光生长。我终于懂了，那些曾经被我当成杂念的热爱、嫉妒与自由，恰恰是生命中最本真的模样。上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档案、精彩花絮。